文系容易拿 A 吗？中文系有考试吗？中文系需要背书吗？中文系需要读几年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 Angeline， 欢迎来到 Simply Show My Life。今天呢，要做一期南大中文系的 Q&A， 因为自从我开始分享大学 vlog 以来呢，就偶尔会有一些小伙伴们来问我关于中文系的一些问题，那通常我都会一一的回答。但是因为最近不是 A 水准的成绩刚刚出来嘛，就有一下子收到好多私信关于中文系的，就发现其实还有蛮多人对中文系感兴趣的，然后发现他们问的问题呢都大概是一样的，所以今天呢就来做这期视频，给对中文系有兴趣的你回答一些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中文系，中文水平需要很高吗？我觉得至少不要太差啦。我的话呢，其实我的中文在我的朋友当中呢是算是比较差的，就可能不是表达的方面，而是读跟写的方面。但是问题不大，因为读资料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查字典嘛，然后不会的字就自己查字典，用手机查非常方便。然后写的话呢，我们没有很多机会写字，就在考试的时候。但是考试如果要写的字呢，你可以在考试之前准备考试的时候就练一下，就可能把一些比较难写的字，还是通常比较容易忘记的字先练习一下，在考试就比较有信心一点。那如果你在考试真的忘记怎么写那个字呢，就换一个方法表达吧，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表达你所要表达的观点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来中文系又觉得你的中文水平没有很好的话呢，也不要担心，就可能备课的时候要比其他人花多一点心思而已。哦，对了，我也想说我们中文系有很多阅读资料呢都是英文的，所以不要以为你来中文系就不会用到英文，你也要有一定的英文基础的就来读那些资料。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学者很喜欢用英文来分析中文的东西，害得我每次写报告的时候呢都要自己翻译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有一些资料是繁体字的，所以也要做好心理准备。那我的话是因为之前有追台湾的明星嘛，就常常读他们的新闻啊，然后看歌词之类的，所以有会一点点的繁体字，读起来没有这么吃力。中文系到底学什么？那这个问题的内容呢，我可以讲一期视频，但是在这里呢，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们中文系的课呢，主要分成4大类。第一个就是文学文化，这就包括现代文学跟古典文学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中国历史、思想与中国研究。那顾名思义，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思想的。那第3呢是语言学，第4是华人研究，这就包括新马华人、海外华人，还有东南亚华文教育。那这4大类的课呢，我们都有必修课的，就是说你基本的知识还是会有的，但是你要不要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呢，就要看你以后会不会选修这些课了。那我们在大学1年级的第1个学期呢，课是固定的，就会有文学与文化导论、汉语导论、中国历史导论和先秦两汉魏晋的文学导读。上完这第1个学期的课呢，你就大概能知道你喜欢什么课，不喜欢什么课，那之后选课的时候呢，就比较简单了。比如说我本身不是很喜欢中国历史的课，因为要背很多东西，我的这个记忆力没有说很好，所以之后呢我就没有再选关于中国历史的课了。但是因为大一已经上过了这个必修课，所以对于中国历史的知识呢，基本上我还是知道的。那关于我在南大跟中文系选修过什么课呢？下次会出一个单独的视频跟大家分享。请问进中文系难吗？老实讲，我觉得说没有很难，因为在新加坡对中文感兴趣的人呢没有很多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竞争力比起可能 business engineering 还是 computer science 呢，竞争力没有这么高。所以如果你的成绩在学校的这个要求范围内，我觉得可以进的几率应该是蛮大的。我是以 Poly GPA 3.45 的成绩进的，然后我刚刚去查了一下，就是去年的成绩 10% 到已经升级到了 3.49， 而 JC 的成绩呢就需要 BCCB。但是如果你的成绩不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你又对中文系很感兴趣呢，也不要担心，因为现在呢他们已经有这个面试的环节，就是说如果你在面试表现得好的话呢，也有可能有机会可以进入中文系哦。 Nice。那至于面试会问什么问题，我也帮你们问了我的学妹伟珊，因为我当年是没有面试的。那她就说她当年被问到了为什么会选中文系，喜欢中文系的哪个方面，就是比如说历史啊，还是你比较喜欢语言学，还有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兴趣爱好。那我听说这个面试是蛮秋的，所以大家应该不用太紧张。读中文系有前途吗？中文系学生的就业前景是怎样的？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我通常跟大家说我是读中文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问我，你是不是将来要当老师啊？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中文系的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觉得你读中文系应该就是要当老师，对吧？
可能以前确实是这样子吧，但是我问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呢，他们都说他们没有想要当华文老师的打算。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想要当华文老师的，可是应该不是大多数。那我去了解了一下我身边毕业朋友们的就业情况呢，有一些是往这个翻译的道路走的，还有一些是往这个传媒的方向，就跟我一样，我目前是在电台做新闻记者，然后还有一些是往银行啊、人事部等等，就是可能你觉得跟中文系没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。那我觉得在中文系或者说在人文学院的学生们呢，都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们的课程逼着我们要以多方面的角度看问题，就不是死的觉得这个一定要是一个完美、一个绝对的答案。那这个软技能呢，我觉得是我在中文系蛮大的一个收获。现在进行快问快答环节。中文系有考试吗？有，但不多，多数时候是写论文还是报告。中文系需要背书吗？历史和古典文学要背比较多，其他的还好。中文系需要读几年？一般是4年 Honors Degree， 但是如果你是 Poly 来的话呢，就有 Exemption， 规划好的话可以3.5年毕业。中文系容易拿 A 吗？对我来说是不容易啦，但是如果你是学霸的话，那就很容易了。那如果你像我这样是学渣的话，努力还是有机会可以拿到 A 的。你在中文系最喜欢的课是什么？其实全部的课如果不需要考试的话呢，我都蛮喜欢的。但是如果真的要选一个，应该是 HSC 2052语言与社会。有出国交换的机会吗？ Not compulsory but 可以申请。有 group project 吗？通常呈现是小组的，然后报告就是个人的。好，这些就是我常被问到的问题。那如果你对中文系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或者你是中文系的学生或毕业生，想要分享你的观点和看法呢，欢迎在以下的评论区评论哦。那我这期的 Q&A 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